现在的英雄一会就强成仙，一会就变成一个小成狗啊！很多小兄弟啊，就问有没有什么英雄啊，恒久不衰，就是那么强啊，一路都那么强。就是我们的这个夜叉小兄弟啊，这个职业在经常用，一开始到现在都那么的强。那新版之中，也有新的出装，到底该怎么用这个英雄，怎么完成先打了30多趴的输出凯瑞全队呢？怎么出装，怎么奥义，怎么玩，好好享受吧。看到对面范恩大招加闪现，死亡角斗场锁住他，再来不断的边把他收掉，这就完了吗？当然没有啊，我们还是这个半血的状态，对面的这个夜叉也赶上来，哇，这个死亡角斗场我们可是没有，而且的血量原本比他低，不断的变2技能反伤，不断的打勾他来打，直接把他收掉哇！这里再看到对面范恩一技能编过来，2技能免伤把他收掉。这里我们技能还没有看到对面奎伦他隐形，我们技能终于好，1技能控制，2技能能够反伤越塔，把他死神打出来，再把他人头收掉。看到对面维拉2个人勾过来锁住对面的范恩小兄弟，让我们哈亚小兄弟转起来，再把对面一个双杀。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y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夜叉组凯撒路的一个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如果你也玩过夜叉或者凯撒路，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窝的话也会尽量出那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看到对面的这个夜叉小兄弟，还有对面的特尔安纳斯，我们直接一个钩子勾他回来。还有对面，奎伦过来不用怕，先把对面的夜叉收掉，马上缴一个闪现。那这个闪现必须要马上交，要不然呢害了队友，因为奎伦可以刷起他自己的一个被动。那这里呢，对面这个走线跟我们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这里呢又马上换一个线。让我们的这个辅助小兄弟，这次是戈德尔呢，就让他走一个双人线啊。我们自己还是打一个单线，这里直接一个死亡角斗场，把对面凡恩锁住，不断的打，不断的编号回来，不断的打，不断的打，直接越塔。这里他还有一个死神之佑把他收掉，这里很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塔杀被塔打死，可是他是被我们收掉，对面不会得到经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右上角的人头比那个人头比是我们有拿得到，可是他没有拿得到的，这个就是很值的一个原因，而且死神之佑也算是一条命。那样的话呢，我们刚刚就换了对面凡恩2条命很值得。那这里呢，我们把灵鸟拿掉，换取自己的这个经济还有经验，最重要的是视野，对对面野区的视野，让我们判断可不可以入野。那我们呢，这里看到对面的这个凡恩小兄弟又来一个4王角斗场，他不断的普攻，然后不断的想逃在自己塔内勾他回来，不断的打，不断的打，再勾他回来。我们这一次一开始鞋子出个误防鞋，看到莫拉小兄弟在蹲那我们把兵线直接整理。其实呢，这里如果是我来玩这个莫拉，或者是各位小兄弟，还是建议不用等夜叉进场，因为是玩莫拉。在对面红区有个小野怪，直接刷越塔就可以把对面反而收掉了。这里还没有死亡角斗场，不适宜那么的造劲，跟对面打起来，反而可以蹲下草丛，等待一个很好的清理兵线的时间，让自己发育起来。那凡恩也算是这一期的一个线霸型的一个存在，可是夜叉这个英雄历久不衰。这个英雄从一开始出到现在，你对到什么英雄你哪一个夜叉出来，感觉总是可以的尤其是凯撒路组个赞尼尔，你这个夜叉就很爽了
这里看到对面凡恩，大招加闪现，一个大闪把他死亡角斗场又控住，搭配自己把他的人头就收掉了。那玩到夜叉这一把呢，我们会玩到一个30来趴的一个输出。那看到对面的夜叉小兄弟，我们残血，哇，他死亡角斗场锁住我们能够把他收掉吗？哇，我们这个血量不断的一技能把他打，直接把他收掉，哇，这个残血的状态，那是为什么？就是我们鞋子方面出了一个误防鞋，这个误防鞋就是对于夜叉啊、凡恩啊、特尔这种英雄打普攻的啊，很需要平 A 普攻的英雄，那这个装备呢，对到他们就很好了。那我们之后再出什么装备呢？出一个龙骨剑。龙骨剑这个装备对于夜叉来说是一个标配啊。有些小兄弟问出不出电刀？电刀对于远程攻击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这个装备。那对于近战的英雄像夜叉来说的话，就感觉用一样的钱啊，就买了一个有一个减半效果的装备啊。这里直接看到对面凡恩小兄弟一技能又勾他回来，不断的打，就把他人头收掉。还有一个奎伦小兄弟，他隐形没有用，我们直接勾他，不断的勾二技能，哇，又把死神打出来，又越塔把他人头收掉。可惜呢，这里对面中路直接上来啊，我们呢没有人去帮我们，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没有模仿啊，对面维拉的伤害。可以很轻松的把一个不是满血的我们呢就收掉，那没所谓。这里我们大招没有没关系，直接不断的勾，逼出他的闪现，我们也来一个闪现啊！哇，二技能反杀，直接把对面凡恩人头收掉。那现在我们出什么装备呢？我们第3个装备刚刚出一个骑士板甲，像夜叉这个英雄啊。他呢，一个龙骨剑输出就很够了，就有点像你玩飞类啊、叶娜还有艾翠丝。艾翠丝如果你不拿它来走全输出，也是可以很痛啊。这里看到对面的这个夜叉不断的互打，直接把他打成一个1层血量，再把他人头收掉。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他是后手，就是他先打到我们啊，我们先打到他啊，然后他才死亡角斗场搅在我们身上。那为什么我们在他死亡角斗场内还能够打赢他呢？就是我们装备还出多了一个反甲啊，这个反甲让对面的英雄超级难受，尤其是夜叉，越打怎么越打？他的这个血量反而越扣越多，就是因为反甲的这个原因。那这里对面呢想要来压这个上路，一个死亡角斗场锁住对面反恩，让我们的这个汉阳小兄弟钻起来之后，再把对面维拉收掉，搭配我们的队友。那到反甲之后的这个装备呢，就出一个仙灵，防止对面这个维拉一个连招就把我们这个夜叉小兄弟就收掉了。到了后期的维拉的伤害是很夸张的，要是我们出一个德鲁伊的话，对于夜叉来说，当然德鲁伊也是可以的，可是如果真的是想要你这个模仿防得住一些很爆发型的法师英雄的话，德鲁伊可能略显不足，要一个仙灵吊嘴会比较好，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冷却缩减，又来一个一技能鞭他回来，再来一个大招锁住对面的这个反恩小兄弟，不断的打，把他人头收掉。大家看似这一把很顺风，其实这个人头比是差不多的啊。右上角我们两队的人头比是差不多的，虽然我们自己看上去很顺风，把对面的2塔再拿掉。夜叉这个英雄我很喜欢用它，因为它拆塔很快，
而且很百搭的一个英雄啊，用什么万用啊，什么阵容你选一个夜叉啊，还是可以。再把对面上路高地也拆掉，之后就不要就想着要把对面主瓦拆掉，不太现实。反而是可以轻上转中，把中路兵线整理，再把对面的这个小野怪不断的拿下。那不要小看小野怪啊，小野怪真的，我很多次都说了，这小野怪你拿了对面就少了，这个雪球就滚起来了。尤其是玩打野，玩凯撒路的话，也是要尽量去入侵对面的野区啊。那要不然的话呢，不入侵这个野区，对面就毫无压力的打野发育起来。很多时候都要给对面野区一点的压力，要不然的话，有些英雄玩到后期很厉害的打野啊。比方说奎伦啊，那如果你不控制一下他野区，他一发育起来，哇，想切谁就切谁，谁都挡不住，一个这个被动刷起来就完了。那这里我们看到，下路我们先蹲一蹲啊，看到2个输出位蹲在这个草丛。一个大招死亡角斗场加上我们的瞬移，哇，把对面的特尔安纳斯呢直接收掉之后，看到对面的奎伦小兄弟，我们的哥德尔开启大招，可惜被对面的维拉小兄弟呢就锁住啊。那没所谓，我们还是有一个2技能，哇，把对面的奎伦这里收掉，可惜队友全部团灭，那就没办法，没所谓。这一次拿到一个 MVP， 还有呢一个最高的输出，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yTeam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